这是你电脑上面的耳机插孔，这是飞机上的耳机插孔，这是普通的耳机插头，这是飞机上的耳机插头，看出区别来了吧？飞机上的耳机要用2根棍插进2个洞里面才行，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问了一下 GPT 啊，他告诉我这3点原因。第一，历史原因。早期的飞机设计时 3.5 毫米接口标准还未发展到现在这种集左右声道和麦克风于一根插头上面的技术，因此那个时候飞机上面的耳机插孔都是左右声道分开的，需要2个 3.5 毫米插头分别实现左右声道同步发声。你看这个头啊，左右两边都各只有2段，而不是标准头上的3段，所以每边负责一个声道。 GPT 说的没毛病啊。第二点原因是音质考虑，飞机上面的耳机插孔采用的是平衡口，而不是现在常见的单个 3.5 毫米耳机口。平衡口可以分别输出左右2个声道的音频信号，相比起普通 3.5 毫米耳机接口，音质更加优越。这种设计减少了左右声道之间的干扰，有助于提升音质。第3点，它是个防丢设计。飞机上面的耳机通常由航空公司配发，因为不通用现有的耳机接口，所以你就不会有欲望带走飞机上面的耳机了。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乘客将耳机带走，减少损失。但 GPT 的答案是完整的吗？并不是，因为其实飞机上配发的耳机所带的插头是长这个样子的，虽然分成了2根，但每一根都被分成了3段。按理说是可以把左右声道放在1根上面的，那为什么它还要用2根呢？答案是为了降噪。左右2根最顶上的这一节分别用于左右2个扬声器，其中1根最根部的那一节是用于2个扬声器的接地，而左右2根中间的那一节分别用于左右2个耳机的麦克风。最后剩下来的那个根部则是麦克风的接地。等等，它为什么要有2个麦克风呢？因为麦克风就是用来主动降噪的。扬声器旁边的麦克风会随时监听周围的噪音，并实时创造出一个与之抵消的波形，将它混合到你正在听的音频当中，于是基于波的破坏性干涉，噪音就被干掉了。可我的降噪耳机插头上面并没有麦克风的接头啊，它不也是能降噪的吗？对的啊，这就是飞机上发的降噪耳机跟你买的降噪耳机的根本不同了。你的降噪耳机会在耳机内部直接处理麦克风采集到的噪音信号，而飞机上发的降噪耳机则会把采集到的噪音信号通过接线送到飞机上面的电脑里面处理。这带来了什么好处呢？第一，造价便宜，你买的降噪耳机是不是挺贵的啊？当然了，它自带处理器哦。第二点好处还是防丢失，既然他拿下飞机就不能再降噪了，自然就减少了对某些人的吸引力了嘛，于是他们就更容易被留在原处。好了，下次坐飞机你知道该怎么跟旁边的人聊天了吧？要是你坐飞机的时候正好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的话，你大概率是会看到过发动机短舱上面的这个小片片。如果你的眼睛再尖一点的话，还有可能看到机翼上居然也有很多这样的小小片片。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是飞机用来以毒攻毒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我就来解释给你听。湍流你一定听说过啊，而且直觉告诉你它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确啊，湍流不光会造成飞机颠簸，严重的话还会让飞机失速，从而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算是第一个毒。那么这个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就要涉及到一点最基础的流体力学了，我尽量简单点来讲。首先啊，水是流体，蜂蜜是流体，空气也是流体，只是它们的粘性不同罢了。当流体流过一个物体表面时，它与物体之间就有了一个边界层，在这个边界层之内，越靠近物体表面的部分，由于跟物体粘得越紧，所以速度就被扯得越慢，而越远离物体表面的部分呢，则受到的影响越小，越能够保持原本的流速。流过机翼表面的空气也会产生出这样一个边界层，理想情况下它应该是紧贴着机翼表面的，从入口顺利的流到出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这样的，因为这就可以让机翼的整个表面全都被空气所覆盖的，于是襟翼也就能够操纵流过它的空气来控制飞机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了。但现实却是这个边界层并不总是贴着机翼的，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会脱离机翼表面的，比如机翼和气流方向之间的夹角过大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2个选手来掰手腕， A 选手是边界层，他总是想要脱离机翼表面去享受自由的空气。B 选手呢是边界层上方的气流，他总是想要将边界层牢牢地压在下面，这样他就不用去做边界层了。
一开始呢，当机翼跟气流的方向还比较平行的时候 ，B 选手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边界层还能够被压在机翼表面。但是随着机翼的倾角越来越大 ，A 选手反抗的力气也就越来越大了，直到迎来了一个临界点，他就呼的一下压到了 B， 飞走了。这种情况叫做边界层脱离，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脱离点，而造成的结果就是机翼表面的湍流了。请问是谁在给 A 选手提供反抗的力气呢？是伯努利他老爷子啊！因为根据伯努利效应呢，流速越慢，压力越大。当机翼倾角越来越大时，贴近它的边界层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大了。于是流速暂时越来越慢了，换来的就是更大的压力，对抗 B 选手的压力，直到把 B 给压垮。好了，那第二个毒是什么呢？是涡流。飞机在前进时，气流不光会纵向流过机翼的上下表面，还会横向从翼根流到翼梢，然后到了这儿，下方的高压气流就会绕个圈，跟上方的低压气流来一个胜利大会师，顺便把这个圈圈延续下去。这种绕圈圈的气流就叫做涡流了。其实它也是湍流的一种，但特征太过明显，就叫它涡流吧。翼梢上面的涡流会产生诱导阻力，像一双手一样在后面拽着飞机，使其飞得更慢，还烧油更多。你说算不算毒呢？要解这个毒工程师们用上了翼尖小翼，就是那个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的上翘的飞机机翼尖端了。我之前做了一个相关的视频，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一会儿可以去看看哦。而要解第一个毒，工程师们则直接想到了第二个毒。既然湍流是边界层分离造成的，那想办法不让它分离不就好了吗？分离是因为边界层里面的空气全跑光光了，那我能不能在你一边跑的同时一边往里面补充呢？怎么补充？绕圈圈有如龙卷风一般的涡流不就很合适吗？利用它来把边界层外面的空气卷进来，补充里面的空气啊。于是，一副副像这样缩小版的机翼被装到了机翼的上方、下方，还有发动机上面。它们共同的名称叫做涡流发生器，基本上都是成对出现的，并且与气流的方向有一定的夹角，以便产生足够充分的涡流来对抗湍流，从而减少飞机的失速可能，提高飞机的操纵性能。来看看效果啊，这是经过波音777发动机短舱上面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这是经过波音767机翼上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多么服帖，多么服气！对了，你说汽车不也是会面临这样高速流动的气流吗？咱们也能用这玩意儿把它整得服服帖帖吗？可以啊，不光 F1 已经用上了，一些高性能的跑车和轿车上也都用上了，甚至连卡车都要来跟风了。用上涡流发生器后，剩下的那部分油钱还真是香啊！所以我该如何利用这么一对涡流发生器呢？把它们装到头顶上，然后下次社区办运动会的时候勇夺短跑第一吗？还是干脆你来帮我出出主意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记得留言来告诉我你的好点子哦。弄丢一半的机翼还能再飞回来吗？这种事情在战斗机上还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换到民航客机上呢，就完全别指望了。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咱们今天呢先看两个飞回来的例子，通过它们你就能明白区别所在了。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945年1月27日的二战期间，主角是一架外号空中坦克的 P-47雷霆战斗机。叫它空中坦克呢，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它装配了8挺 12.7毫米的机枪，能够以每秒100发的速度向对方喷出火舌。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挂上5英寸的火箭弹和多达1100公斤的炸弹，几乎相当于 B-17轰炸机一半的载弹量了。于是总重就来到了8吨的水平，成为二战当中最重的战斗机之一了。为了把这么个大家伙推上天空呢，他用的发动机也堪称是个怪物了。普惠 R2800双排18缸新型活塞式发动机，可以输出超过2500匹的马力，所以他的设计师卡特维利才说它的确是只恐龙，但却是一只灵活的恐龙，还形如雷鸣，弓如电击，皮厚力大，弹足炮出。这样的恐龙不用它打坦克，岂不很亏啊？所以当天驾驶他的巴西第一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雷蒙德中尉呢，执行的就是打坦克的任务了。他们的目标是侵入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重型坦克虎式。战斗开始12架 P-47呢专注于攻击地面部队，帮他们防守空中的是另一款二战明星机种喷火。雷蒙德中尉打得很爽因为 P-47本来就很擅长高速俯冲的战术嘛，再加上他呢技高人胆大，所以往往冲的就非常低，准确率相当可观第一次
俯冲，他用1000磅的炸弹送2辆虎式回了老家。第2次俯冲，他又用火箭弹灭了第3辆虎式。到了第3次俯冲，他发现附近居然有一个坦克工厂，这不是白送给他的军功章吗？于是就冲了过去，准备用剩下的8挺机枪打出新的战绩。不过呢，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德军的88毫米重型高炮不是摆设在他第1次俯冲的时候呢，P47的机翼就已经被炮火洗礼过了，受到了一些损伤，丢掉了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还不够严重，所以雷蒙德并没有察觉出来。虽然他的确感到飞机在拉起的时候呢明显变得更加轻盈了，但是扔完炸弹不就该是这样吗？而等到他第2次俯冲完毕受损的机翼和机身又被气流刮去了一部分，变得更轻了，所以第3次的俯冲速度已经快到要收不住了。当雷蒙德发现工厂里面有一些高耸出来的大烟囱时呢，他根本就来不及避让，于是在75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他的 P47右翼几乎被完整的削去了一半。但神奇的是 ，P47居然没有失控，而雷蒙德则猛拉了一杆，让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迅速升入了高空。按他的话来说只是觉得阻力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上去。为了抵抗丢失的机翼带来的升力下降和阻力上升呢，雷蒙德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最大18缸引擎的全速轰鸣，足以抵消一个人的恐惧他开始熟练的掉头，冷静的向基地飞了回去。虽然在降落的时候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但这架掉了一半翅膀的飞机呢，居然还是稳稳的停在跑道上堪称奇迹不过跟我马上要讲的第2架飞机比起来，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迹了，因为它是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 F15，而且被接去的机翼呢，几乎就连个根部都不剩了。你看这个画面就说夸不夸张吧。F15其实是美国人在恐惧之中被逼出来的一架飞机。1950到1960年代冷战之中的苏联呢，在空中力量上还是具有足够威胁的，尤其是战斗机。可变后掠翼的米格23本身就比美国当时的主力 F4幻影厉害了不少。当全新的米格25被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更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了。五角大楼的分析师认为这架拥有大翼面、双引擎的战斗机呢，完全可以轻松的碾压美国尤其是1971年的3月，当以色列的雷达操作员在他的屏幕上发现了一架速度超过3.2马赫、高度超过了任何一架 F4上升极限的苏联战斗机时，这种恐惧的气氛呢到达了顶点。五角大楼于是当即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架能够与之 PK 的战斗机。它便是在短短5年之后就诞生的 F15了。装着2台带加力燃烧室的普惠 F100PW220 涡扇发动机 ，F15能够轻松突破2.5马赫的极速，并且呢，这2台发动机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们所提供的推力比 F15的自重和落在它身上的全部阻力加起来还要更大。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假如把 F15立起来，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它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升力啥的，有更好，没有那也行于是正因如此呢，在1983年5月1日那天，2名以色列飞行员才能成功的将完全失去一半机翼的 F15开回了基地。连生产商麦道看了照片都直呼不可思议翻译过来就是赶紧来买我的飞机吧。事情的经过简述如下当天，以色列空军第106和116飞行中队呢，正在进行一次模拟训练，2架 F15D 起飞去拦截4架扮演成想要攻击己方机场的 A4 攻击机。结果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意外发生了，一架 A4 直接撞上了它正下方的 F15，当场闪架。而 F15呢稍微幸运一些只损失了一侧的机翼而已，没有闪架，但却立刻旋转着向下坠去了。混乱当中，2名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于是还想要极力的夺回控制权。这个时候前排飞行员内迪维凭着本能做了一件完全跟手册上相悖的操作，打开了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瞬间，2台普惠发动机推力从14590磅猛增到惊人的23770磅，飞机竟然慢慢停止了自旋，重新把头抬了起来。松了口气的飞行员呢，向自己的右肩往外看去，只见一堵有燃料形成的蒸汽墙挡在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嘛，所以依然无法对损伤做出评估。好在飞机还能开，他们意识到就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简易的机场，或许可以迫降下去。但是着陆的前提必须要减速而他们只有维持高速才能保持稳定，这简直太矛盾了嘛。幸好 F15上面的飞行电脑相当给力，再加上这2名飞行员的技术也不是盖的，他们居然就用比正常快了1倍的速度
安全着陆了。直到离开座舱的那一刻，他们才看到自己到底完成了怎样的壮举。以上就是丢了一半记忆还顺利飞回来的例子。那么同样的情况可以复制到客机上面吗？当然是不行的了。主要呢是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你听完我讲完那2个故事就应该知道了，他们用的发动机都太强了嘛，推重比甚至已经大过1了。所谓大力飞砖，这不就是真实的案例吗？而客机发动机的力气再大呢，也不可能大过它本身的重量的，所以它要飞起来只能靠机翼产生的升力才行啊。这正好就把我们带到了第2个关键点，升力。你看现代战斗机的机身很扁，对不对？因为它也是要产生升力的，所以即使机翼丢了一点，也还有机身的升力在那儿挺着，不至于呼的一下就掉下去了。但客机能把机身做扁吗？抱歉啊，为了保证舱内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就当不了升力体，也就无法提供升力了。一旦唯一指望的机翼都没了，那还有啥希望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一架客机在空中坏了，能够到舱外进行维修吗？我小时候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当时我看了这样一部神奇的电影，一架图154机舱的顶部破了一个洞，然后机组人员就直接裹上大棉被，从垂直尾翼下面的引擎进气口里面爬了出去，里应外合的就把这个破洞给补上了。那个刺激啊，你光是想想就已经够了，有没有特效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那还在80年代，而那个时候拍出这部电影的俄罗斯不对，应该是前苏联，还没有被我们称之为战斗民族，却已经在用这样的电影展示出他们藐视一切的战斗精神了。科学算什么？科学怎么能阻挡我爬出机舱拯救我的同志们呢？关键还是从引擎的进气口里面爬出去的。你仔细品一品啊，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我还对它恋恋不忘。这实在是一个脑洞之作的稀缺品啊！那好，既然飞在空中，想要爬到进气口里面去，给人感觉只会存在于漫威的宇宙当中。那趴在飞机上的其他地方，比方说机翼或者是机身上，在我们的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你还别说啊，真有人这么干过。碟中谍5有没有看过？阿汤哥一上来就秀了一段扒飞机的特技，在一架空客 A400M 大型运输机的伞架门上趴了足足有几分钟，看得我又重新找回了小时候那种窒息又兴奋的观影的感觉。都知道阿汤哥不玩假的，那这种徒手爬飞机也是可以真的做到咯。虽然我们在片花里面可以看到他身上绑着的绳子，但那有可能只是为了保险起见，要是真的把绳子给去掉，抛开恐惧不谈，光凭双手能把人固定在那儿吗？或者换句话说，要是挂在那架飞机上的人不是阿汤哥，而是你的话，有没有可能真的 hold 得住呢？既然想到了这儿，我就实在是拦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决心一试了。首先是要找到一架飞机，对，就是那架跟阿汤哥一模一样的空客 A400M 了。于是我打开了浏览器，对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在纸上模拟一下勾勾引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去找死呢？何况找你也找不到。好了，言归正传啊，要想知道你能不能徒手抓住那道伞架门，我们需要调查并计算这样几个关键的数据：一是空客 A400M 的起飞速度是多少，这样就能够算出它所带来的风压大小是多少了。二是你的迎风面积是多少，这样的话就能算出风施加在你身上具体的力有多少了。三是你的双手握力有多少，很显然，如果你的握力大于风给你的推力的话，你就能够撑上一段时间；如果你的握力小于风给你的推力，那不就当场 KO 了吗？于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到 A400M 的最小飞行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远比它巡航速度781公里每小时小多了。为了尽量的准确呢，我又翻了很多阿汤哥当时在拍摄那段场景时的资料，结果看到了一个比上面还要更慢的速度，130英里每小时，也就是210公里每小时。用航空通用的单位来说，大约就是113节。这个速度啊，如果你稍微了解航空一点，就应该感到相当的吃惊了，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对于固定翼飞行器来说，飞得慢比飞得快更难，因为飞机的升力来自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压力差来自于气流速度，速度小了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升力，在不装载任何货物的情况下呢 ，A400M 的自重就已经超过了76吨，而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更是可以高达141吨。大型运输机的最小速度越小呢，说明它越灵活，越能够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飞，越能够完成精确的空投和给直升机编队加油这些任务。所以啊，看出来了吗？这其实是空客的广告植入而已。
好了，不管那么多，假如你也能够享受到像阿汤哥这样由全机组使出浑身解数所带来的超低速飞行的话，你所面临的风压是多少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通用公式来估算一下，也就是风压等于速度平方除以1600。假设现在本来是无风的状态，那么飞机飞多快呢？迎面而来的风速就有多快。210公里每小时等于58米每秒，于是风压算出来就是2.1，后面的单位是千牛每平米，再换算一下就是210公斤每平米。好，知道了这个时候每平米的风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来具体的算算落在你身上所产生出来的推力有多少了。那就是把风压乘以受力面积。假设你已经被大风吹来像阿汤哥那样横着了，也假设你的身材跟阿汤哥很相似啊，毕竟我是没法亲自上门帮你量的嘛。另外你也可以很简单的把自己的数据呢带入到公式里面，就可以算出来了。好，既然已经横着了，受力面积基本上就等于是胸部那儿的截面积了。当然，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算出来呢，误差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的头是圆的，肩膀也是圆的，他们受的力肯定是没有一整块平坦的截面积受的力大嘛。那我们就乘个系数0.6吧。好，来看阿汤哥的胸部截面积啊，我查了好几个网站啊，多数的结果是胸为44英寸，臂为16英寸。为了简便，我们直接把它们简化为一个大圆，旁边挂着2个小圆，希望阿汤哥不要介意啊。这样的话，截面积就很容易算出来了，0.126平方米，再乘上我们的系数0.6，就是0.0756平米，拿它乘以我们一开始算出来的风压，得出的结果就是15.876公斤。这个就是此刻的大风作用在你身上的推力了。那么你能够徒手把自己紧紧地抓在飞机上吗？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张表格啊，列出了正常的成年人握力的数据，你可以对照着看看。就算是再不济握力只得了1分内档，也照样是能够把自己 hold 在机身上的，甚至只用一只手就可以了啊！想到我也可以像阿汤哥那样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简直浑身轻松啊！那我们能不能把难度再升级一下呢？这还只是躲开了螺旋桨挂在了机身上，要是我们直接就挂在螺旋桨正后方的机翼上，还能够再徒手抓住吗？为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时速210公里时 A400M 那直径5.3米的螺旋桨背后所吹出来的风速是多少了。这该怎么算啊？好在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公式，发动机的推力等于流过推进系统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空气流速在出口与入口的差值。这就好办啦，因为我已经查到了 A400M 上面装着的 TP400 涡桨发动机，每台的推力是11000公斤，空气质量流量是26.3公斤每秒，而入口处的风速呢，恰好就是飞机的航速58米每秒了。那出口处的风速代入公式一算就得出来了，476米每秒。再套用之前的公式算一算，你在这里所要承受到的风的推力是1071公斤。好吧，我是没有任何希望了，不知道有没有勇者愿意一试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